刚和我相亲完，出门就来这一出，骑驴找马，还挑上我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周应堂，宗彻，你竟然还记得我？好歹同学1年半，你还是我们组的小组长。你来这儿也是相亲？到年纪了，家里催得紧。你呢？这个月第5个了。换个地方坐会儿聊聊。换吧，我那相亲对象刚还跟女朋友吻别呢，我怕忍不住泼他一脸咖啡。你现在做什么工作？我记得那会儿你说想当警察。体检没过，不过现在也算相关行业。法医。哇，看到活的法医了。活的。我觉得法医为死者还原真相，让他们不枉死，这职业应该被尊重。那是你没相到法医，相亲很多人忌讳这个。这不是相着呢吗？那不然我们结婚？今天？好啊。什么时候有空，我去拜访你家里人。行，地址发我，我现在过去。有案子，我得去现场。我送你去。信我，你不会想去现场的，非办案人员也不得进入。那你快去吧。我们还没有联系方式。刺激了吧！竟然跟好多年不见的同学领证，了解清楚了吗？工作、身体、家里，万一是骗子呢？工作是法医，看着挺强壮，能当法医都要政审，家里应该没问题。法医，白天解剖尸体，晚上抱你，要不你再考虑考虑？婚都结了，考虑什么？而且我姑和姑父只想赶紧把我嫁出去。你爸妈的赔偿款他们都拿了，咋的还想要你的彩礼钱？应堂，你怎么没去相亲？这大学教授条件很好，姑姑给你物色了好久，你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？姑姑，那教授见我之前还在路边跟别的女人吻别，照片我发您，不用您操心了。我跟我高中同学相上了。高中同学？条件怎么样？一个月挣多少？就你那初恋，我都不想说他。姑姑，律所电话进来了，我先去忙。应堂，有个大案子。好的，主任，我马上到。相的怎么样？那姑娘没怪你相一半跑来出任务吧？没怪。你去厨房看看吧，就怪瘆人的。出什么事了？今晚是出了点事儿。小姑娘一个人。对门最难想硬闯，我踹了他一脚，报了警，人已经被带走了，要拘3、5天。今晚没事了。你现在住的地址？怎么了？你忘了吗？我们领证了，还是你想分居？没有，我……地址，我现在过去。你今晚受了惊吓，就算那人被拘了，你也睡不好，迟早要搬，不如今天先过去。他竟然知道我害怕，还第一时间赶了过来。给我吧。我自己来，有点沉。还好。不重，我平时有健身的习惯。是不是为了有力气搬运尸体？是这个道理。走吧，先回家。家里平时没外人，拖鞋只有我的，你先将就，明天再去买。这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？买的，全款。不过不是我买的，是家里老爷子送的婚房，我再不结婚他都要收回去了。其实咱们这婚结得挺仓促的。不如我们现在就聊聊婚后规划。好，聊聊，现在就可以聊。我是律师，电脑里协议模板一堆，但太正式没人情味。咱们就把各自需求列出来，有争议再商量，提前把麻烦规避掉。好，把婚姻拆成可控的事件，就不麻烦了。家务怎么分？我有比较严重的洁癖，家务你别操心，请了保洁每天来打扫。那1日3餐呢？我多数时候在单位解决。牛马犀牛马，那休息日一起做，不想做就点外卖。财务呢，建个家庭账户，每月存钱进去支取。不用这么麻烦，这是我的工资卡，
工资、奖金、补贴都打这张。家里不成文规矩，工资上缴。直接就上缴了。家里开销从这张卡出，你的工资你想存想花随你，不够我还能接点外快。法医还能接外快？高校讲座编教材，不是野生验尸。我还没说我是律师呢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文件袋上有律所的名字，加上你习惯做记录，隐约猜到了。他到底怎么看出来的？观察力太强了。对不起，我对你们法医这行不太了解。隔行如隔山，我对律师也不了解。怎么了？还有什么条款没谈？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那方面呢？1周几次？如果你有需求，我可以配合你。你自己没有这个需求吗？我没谈过对象，这方面全靠书和影视剧。但就我个人来说，对性没太多执念，而且工作很累。太对了，都市牛马回家只想吃饭、洗澡、睡觉，谁晚上还那么有精力啊？宗法医，志同道合。同道中人，周律师。没有半点感情，全是对合作伙伴的欣赏。很多年没见，你性格变了不少。读书时我哀到不能再哀，干律师这行不外向根本套不出真相。你现在这样很好。你也不赖，去睡吧，牛马明天还要早起。才第1天同住，你先睡客卧，什么时候水到渠成再说。喂，周英堂女士吗？昨晚骚扰你那人，我们查出他还有别的事，需要你来所里做份详细笔录。有空，配合警方办案是每个公民的责任。就说嘛，那种渣子关3、5天太便宜他了。8块腹肌，这是一早醒来就能看到的吗？抱歉，我一时忘记家里还有个人。那个，我去洗漱，上班前要先去趟派出所做笔录。天心区的派出所，顺路，我送你。好的。昨晚看醉汉赤朽只觉恶心，今天看他怎么就脸红了？大概是他身材好吧。路边放我下就行，不用陪我进去。刑辩律师常出入派出所，我能处理。小车啊，我听老赵说你昨天那相亲成了，你要好好珍惜。心胸这么开朗，能接受你职业的姑娘可不多了。可我领证的并不是相亲那位，这事儿得怎么跟他说？不是相亲那个姑娘，我跟我高中同学相上了。啊，高中同学？我去翻翻你毕业照。分番前那张，她叫周应堂。周应堂看着好文静一个姑娘啊，她真不怕你这职业？她还很好奇，等放假了我带她回去见您。那行，我等着。这好像是我第1次这么仔细看她，齐刘海，宽校服，站在女生第2排，起眼又不太起眼。你竟然还留着高中分班照，哇，我那时候好黑，你那时候可是校草，很多人喜欢，现在肯定是你们局草吧？穿上工作服，大家都一样。那不叫工服，叫上班的枷锁。一大早的，你在车里笑什么呢？笑了吗？你没笑吗？你来单位这么久，我没见你笑过几次，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好事儿？好事儿，那就是领证了，而且这领证对象似乎有点有趣。昨天那受害人家属是不是冰箱藏尸那个？我听到消息人都麻了，结婚好几年居然把人给……所里不让讨论委托人八卦，这不是好奇吗？你说结婚到底算什么？是给自己找爱人还是找仇人？还好咱俩都单身，这问题离咱们远着呢。啊，这事儿不太重要，但还是得跟你这搭子说一声。昨天我领证了，和高中同学。早知道我刚才不跟你说那些，在一个刚结婚的人面前大谈婚姻最丑陋的一面，我罪过啊！没事儿，接触的案子是触目惊心，但世界上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坏人，你说是吧？宗澈这人的底色是善良的，都说老同学了，肯定知道点对方。几点下班？我还有个报告要写，会晚点。刚忙完，准备回了。我也刚从局里出来，发个地址，我顺路接你。我在楼下便利店等你，想吃关东具还是饭？饭团吧。OK。哪位？我买了房子、车子，还准备了20万彩礼，准备娶你。陆放，你别再换号给我打了，你这已经构成骚扰，我完全可以告你。这是小情侣吵架，法院不会受理的。谁跟你是情侣？
我跟你分手3年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，想叫你，看你在打电话就没打扰。刚才那是我读研时谈的男朋友，没多久就分了，可他隔三差五换号骚扰我，我跟你保证，对他早没半点感情了。要是需要帮忙，可以跟我说。所以不管谈恋爱还是结婚，都要找那种好分手的。是的，不管恋爱还是结婚，都要找好分手的那种。可不，我们律所这2天接的那个杀妻案，不爱了离婚就好，结果你们律所接了那案子？我师傅的案子，我帮忙。不会是你做的尸检吧？市局的案子。懂了，你们有规定，不跟无关人员谈案子。那你呢？是好分手那一类吗？如果有一天你提离婚，我会答应。所以，别随便提离婚2个字。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，其他矛盾都能沟通解决。用离婚威胁人，次数多了，就真走到那一步了。婚姻是靠经营的。饭团你再不吃就凉了，凉了不好吃。我在开车，手没空。我给你拆。那他这一口好大，嘴唇好像碰到了我的手指。他那一口嘴唇柔软温润，真的碰到我手指了。周末放假吗？哦，放的。我周末应该也休息，可以跟你一起搬家。不用啦，我叫个搬家公司就行。你工作这么忙，好好休息。能自己解决的事就不想麻烦他，就算是亲人，也有嫌我是累赘的时候。有需要找我。我发现你跟高中的时候不太一样了。怎么说？那会儿你特高冷，话少的像在说尔等凡夫俗子不配我开口。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学习，功课加各种比赛，是累到不想讲话。原来是这样啊。饭团给我吧。领导，冰箱藏尸案的死者，想请局里重新做一次尸检。你做的尸检要是有问题，谁做的没问题？我太太是这案子原告委托律师团里的，我得回避，全程都有记录。等等，你太太刚领证，还没办婚礼。哎呦，这是大喜事儿啊！行，我让人重新做尸检。你这小子结婚这么大的事才说，请吃饭啊，请吃饭。宗彻，别在我车上吃东西。师傅，我保证不让半点碎屑掉车里。想都别想。宗彻的消息，几个小时前的了。前一句是报备，后一句是解释，这人还挺稳妥。辛苦了，宗同志，法医这行也挺累的。姑姑，宗彻出差了。你能回来吗？你跟你妹妹很久没聚过了。不用猜，这是表妹男朋友的豪车。前几天他还发朋友圈拍了梵克岩岛手链和车标，就是没拍对象的脸。搬出去后钥匙就还给姑姑了，现在我也只是个要敲门的客人。你说你回来就是了，还带这么多东西干嘛？快进来。原本属于我的拖鞋也扔了，也是，这里本就不是我的家，搬走之后自然也不会有我的痕迹。没事，姑姑，是应该带点东西来。姐，你都去大律所上班了，回来看姑姑功夫，就买点几十块的水果，几十块的曲奇。我还以为研究生毕业起码年薪100万呢，原来还比不上我一个大专生。我上个光提秀就拿了5万，学历只能证明一个人比较会读书，跟能不能赚钱、赚多少钱没关系。就是。对了，姐，听我妈说你谈对象了，她多大？干什么的？今天怎么没来？和我一样大，是个法医，今天出差了。法医？解剖尸体那种法医？怎么是个法医？硬糖，他这职业不好，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，把婚悄悄离了？姑姑，我跟宗彻已经领证了。爸，你们给我点钱吧，那套房子我想装修一下，离我上班近，我想住过去。哼，回来就知道要钱。你们就我一个女儿，不给我给谁？20万装修费，顺顺当当到手。那你还没吃饭吧？想吃什么？我请你。重口味的吧？那火锅店见，我现在急需一顿美食，安抚我空虚的胃。他刚执行完任务回来，看到内脏相关的这些大概会吐吧，这些就不点了。没想到你还点猪脑、鸭血、毛肚，
我对你想吃重口味已经很意外了。因为重口味的食物能刺激嗅觉和味觉，压下那些气味。原来如此，我对你想吃重口味已经很意外了，没想到你还点脑鸭血毛肚。重口味的食物能刺激嗅觉和味觉，压下那些气味。原来如此，一开始接触解剖也看不得这些，为了脱眠就强迫自己接受。看来法医这行是对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。怎么了？在姑姑家不开心了？这么明显？你1点过出来，刚过饭点却还找我吃饭，说明在她家没吃或吃的不开心。看来以后在宗法医面前，我是不能有一点秘密了。你不想说，我也不会勉强你。吃饱了，回去我还有一堆东西要收拾，再拖就到工作日了。这屋里怎么会有人？你是谁？大少爷，大少奶奶，少爷，少奶奶，我这是误入了什么霸总小说现场吗？宗彻，他刚才是叫你大少爷。田姨每天上门做清洁，平时我们上班你们没碰上。田姨叫我名字就行。这是硬糖，以后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好的，少爷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我看房间里搬进来好多箱子，我现在就去给您收拾。我自己来，都是零碎小东西，我自己整理放在哪儿，以后才知道去哪儿拿。哎，那我先去忙别的。待会儿回老宅，一定要告诉老爷，大少奶奶比分班照里那张还要水灵。市中心的大平层，说送就送。他家里应该是有点钱的。有多有钱跟我没关系。高中的时候听人说过他父母离过婚，可这种揭人伤疤的事还是不问的好。就像他也没问过我为什么在姑姑姑父家长大。他要真问我也会说，毕竟现在是夫妻，有知道对方家里情况的权利。可只要一开口讲过去，那些我以为过去了的东西就全清清楚楚回来了。算了，不提。爷爷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带我的大孙媳妇回家来看我这个老头子？你说你正领的那么突然，什么礼数都没有，人家姑娘的爸妈不得说我们教子无方啊？他爸爸妈妈很多年前就去世了。他没了爸爸妈妈，那你就更应该把礼数做到最好，不然他爸爸妈妈不得在天上急得团团转？我知道了。那婚礼呢？见家长呢？孩子呢？最近很忙，没时间办别的。有那么多大案要案等着你办。还真有，鉴定中心离了我转不动。你这张嘴！行了，也别再跟你父亲置气，都是一家人，没必要。出轨小三私生子，每次想起来都恶心又倒胃口，懒得说出来，脏了别人的耳朵。要是爸爸妈妈还在，他们不会逼我相亲结婚，他们只会问我快不快乐。让姑姑操心了，我跟宗彻很好，有时间带他回去见你们。中午吃的重口味，晚上就清淡点，阳春面。好香！你怎么悄无声息就把晚饭做好了？你应该叫我啊！说好了在家吃饭就一起帮忙的。看你在忙，煮碗面条费不了多大功夫。那待会儿我洗碗。有洗碗机。那明天我做饭。行。会上交工资，会做饭，会报备，干脆利落。他是我那么多相亲对象里最正常的一个。要不是职业的缘故，这么优秀的结婚对象真轮不到我。谋杀、分尸、藏尸，好在师傅这份卷宗全是文字，没有图。那是腿，还有手，那是……吓到你了，我刚才工作太投入，忘记你也在书房，抱歉。没事没事，就是起太忙。以后我会注意。真没事，我们律所有些案子也要看照片的，当然没有你看的那些那么有冲击力。本来看卷宗昏沉沉的，现在都不用喝咖啡，直接清醒。不用谢。这个结婚对象某些时候还挺幽默的。我发消息给你是因为我单身，你已婚，你有空回我消息。不好意思，许小姐，一件都没发生。就冲结婚证上你老公那张帅脸，你也不能浪费啊！关键
他看起来就很能干啊。什么虎狼之词？许姨要不要听听他自己在说什么？啊，还好他在书房，要是被他听见，我明天就得搬走。他法医性冷淡，这世上就没有真正性冷淡的男人，工作都是借口。你最好弄清楚他到底是真性淡，还是有别的原因。现在骗婚的也多。骗婚？宗彻应该还不至于吧？换位想想，我要是每天对着尸体和人体组织，我大概也要性冷点。受害者是个热爱生活、孝顺懂事的女孩，她丈夫出了轨，她原谅过一次，男人变本加厉，最后动了刀。家属那边什么诉求？1分钱赔偿都不要，他们只怕凶手有自首情节被减轻量刑，只求最严厉的惩罚。那这场官司全所脑一股劲儿，帮他们把公道讨回来。做尸检的法医不是宗彻，不是他也好，是他做的，我就得申请回避。受害者家属请的律师，团队里有人和做尸检的法医是夫妻，传出去，报告可信度就会被质疑。这个案子必须万无一失，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。他每天都说下班顺路，还说这个点走能避开晚高峰，很有道理，我无反驳。这个点连地铁都停运了，太晚了，连网约车都这么难打。受害者有罪论，人都没了，还编得出这种话。截图、主页全部留档，等案子有了进展，一个个起诉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张嘴就来什么毛病？谁？老师，怎么了？别踩到了。谢谢老师提醒，我以为是块泥。拿袋子装好，看着像肺。您说这是什么？有消息帮我看一眼。好。老师，有个叫周应堂的人给您分享了一个打车行程。没了？没了。那你编上去。老师，我给你帮忙，我想突破一下自己。当年我也是这样，一边忍着难受，一边跟着前辈学。镊子给我。放开！你放开我！我找了你好久，应堂啊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陆放，我叫人了，我真叫了。大晚上的哪有人？就算有人来了，他们一看就是情侣吵架，谁管得着？他说的对，只要扯上情侣2个字，就没人会插手。我不是你女朋友，我们分手很多年了，你这是跟踪、尾随、骚扰。我是来找你复合的。我前几天就想找你，可你每天晚上都上一个男人的车。他是谁？你现在的男朋友？你跟他分手，我不嫌弃你跟过他。有病！啊！陆放，你搞清楚，当年一起考研，你自己没考上，还想让我退学跟你一起上班，我不愿意是你提的分手。这都多少年了，你有完没完？当初是你忙到连见我的时间都没有，这些年我努力赚钱，在南城买了房子，这不也是另一种顶峰相见吗？顶峰相见，这4个字被你说出来都脏了。我已经跟别人顶峰相见了，你看到的那个人不是我对象，是我老公。你结婚了？是，而且他是个法医，你要是再缠着我，就让他把你骗成骷髅。师傅，马上走。小姑娘，小情侣吵得再凶，也不能把男朋友一个人丢路边啊！不是情侣，是他尾随我。哎呦，那你一个小姑娘这么晚出来干什么？早早回家不就好了？这个世界天一暗下来，就只属于男人了吗？算了，我还在人家车上，人家还是个男的，加班到这个点，牛马也是有点情绪的。你现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已经到家了。我想报警留个记录，怕以后他又来找我。他现在这样，就算被抓了，也只是批评教育。是，没构成实质伤害，我们不能随便扣人。可真等构成了，就晚了。我这边给你登记，他要是再来找你，第一时间报警。他叫陆放，我把他的单位、老家、我们分手的时间都发给你。收到。
这么晚麻烦你了，谢谢彭警官。没事儿，为人民服务。你先别为人民服务，给我拿瓶水。行。尸检做完了，剩下的让陈毅练手。他说想突破自己，小伙子有前途。你刚才电话又有案子了？一个独居的女孩子，先前被邻居骚扰，现在又被前男友骚扰，真够倒霉的。那些男的要能安分守己，我们出任务的频率能少一半。什么被骚扰？就是那天晚上你发消息问我有没有抓个骚扰犯的，被骚扰的就是这个姑娘。说起来，你那天问我这事儿就很奇怪，你平时非工作不聊天的。真的是硬糖，她被前男友骚扰了，还堵到了公司楼下。可这件事，她一个字都没跟我提，不算闲聊。那也不是你的风格，你哪是这么多管闲事的人？除非你日行一善。报告明天来中心取，我收工了。以前深夜回家，开门是一片漆黑，得先在墙上摸开关。我一直想装个感应灯，忙起来就忘了。今天不用摸了，也没有那股扑面而来的冷清。他睡了。原来这就是老爷子说的，结了婚才会有的归属感。一整晚都在做梦，梦见图书馆，梦见他考不上就让我退学，梦见分手那天谈过一段不健康的恋爱，真的会影响很久。昨天回来太晚了吧？前几天早饭都是他做的，今天换我。抱歉，我起晚了。你道什么歉？我还怕是我吵醒你了，要不要再去睡会儿？还得去中心把报告写完，交给辖区派出所。牛马累了只会喝咖啡，我给你冲一杯。谢谢。你要美式还是拿铁？拿铁。我以为你会选美式。太苦了。和中药有得一拼，是一款很下饭的结婚对象。怎么了？有话要说？是昨天晚上被前男友骚扰的事。你吃饱了吗？没吃饱这个鸡蛋也给你。他不提，不想提的事我多问也没必要。就这个？都是粗粮，蛋白质不够。下次我给你煎块牛排。对了，今晚我可能还要加班，那个案子全网都在看，律所压力很大。我晚上来接你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客套，相敬如宾，客客气气，这是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。跟现任丈夫说前任的事，像藕断丝连一样。我们本来就没有感情基础，还要他帮我解决前任，我自己能处理。你疯了？你现在已婚，你还打听前男友的事干什么？而且陆放算前男友吗？顶多算你的前科。自己不努力，还想拉着你一起堕落，我没见过那么烂的人。我没要跟他怎么样，是他最近又来骚扰我，昨天还跑到律所楼下蹲我。他有毛病吧？先别管他有没有毛病，你跟大学同学联系多，帮我问问他现在在哪儿工作。他要是公职人员就好办，直接举报到他没工作。不是的话，他还有爸妈，他们总不愿意跟着他一起丢脸。行，我旁敲侧击的问，不让他们知道是你要问的。谢谢。你告诉你老公了没有？没有，我自己能解决。这种事儿只要有个男的出面，陆炮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他敢这么肆无忌惮，不就是仗着你背后没人吗？恋爱时说我爸妈不在了，他会加倍疼我；分手了，就仗着这一点变本加厉。那就让他知道，我就算只有一个人，也不是任由他拿捏的软柿子。叔叔阿姨，之前一直是哥哥来，今天怎么你们亲自跑一趟？周律师，我不是来催你的，我就是想让你看看我女儿。她从小就听话温柔，一句重话都舍不得跟我们说。今年过年她计划好了，全家一起去北方看雪，雪没看到啊！她被冻在那么小那么冷的冰箱里。作为律师，我该公平公正，不该把私人情绪掺进案子里。可我现在胸口像塞了一团东西，堵得喘不上气。叔叔阿姨，你们的诉求我记得，1分钱赔偿不要，只要死刑立即执行。我会把所有证据都翻出来，把他钉死在法条上，一个减刑的口子都不留给他。干活。比前几天早了半个钟头。那个神经病，别又躲在哪儿。像高中拍分班照那天，男生们都嫌西装校服像偷穿大人衣服，全只穿白衬衫。那张照片我一眼就找到了他。宗彻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，你今天下班比之前都早。早吗？可能今天工作不太忙，今天的工作确实提前做完了，也确实听彭家说，
有人堵到他公司楼下。真希望有一天我们俩都能准时下班。那也就意味着南城没那么多不好的事发生了。宗彻，你想吃夜宵吗？他这么自律，每天早上都锻炼，肯定不吃夜宵。可以，炒米粉还是火鸡面？小区附近还有一家滑肉汤，卖了很多年，味道很好。又一次对宗彻判断失误。滑肉汤吧，听你说的最多，应该最好吃。想一块儿去了。洁癖，你？他们用的都是一次性餐具。那这桌子板凳呢？要吗？不要的话，他大概不许我跟他一张桌子吃饭。今天2个人呀，那2碗滑肉汤。是，葱花、香菜和紫菜都吃吗？我没什么忌口，都吃。那2碗一样的都要。小伙子，这是女朋友吧？这么晚起来吃东西，那是刚一块下班的同事。是夫妻。哎呦，一段时间不见，你都结婚了呀？小姑娘真好看，你们俩在一块特别般配。老头子，宗医生结婚了。那这2碗不收钱了，请他们吃，恭喜他们。好好好，你多煮点儿。谢谢。不给钱了？待会儿走的时候再扫码。现在给了钱，他们会不高兴。原来如此，他考虑的真周全。怎么？今天那个受害者的爸妈来所里了，2位老人特别沧桑，一夜之间老了10岁那种。所以你很同情家属，想立刻把凶手绳之以法。你懂我。我刚当法医那2年也是这种心态。后来呢？麻木了？也还是这样，不过会更理智，心疼、着急、同情，对案件的进展没有任何帮助，有时候反而会影响自己的判断。跟我师父说的话一模一样。好香。明天又有干劲儿了。昨天晚上我也下班晚，下楼的时候看到有人来接你。周印堂，你谈恋爱啦？算是有人接吧。虽然咱俩之前有点竞争关系，但我还是要好好劝你一句，找男人还是要找有钱的，不然吃苦的都是你自己。啊？那男的开个大众 SUV， 那车也就20来万，追我的男人不是 BBA 我看都不看一眼。他要是认识林雪，2个人肯定能做好朋友。找对象的目标一模一样，只找有钱人。你别不信我，我在民事那边看了多少离婚案，越穷的男人离婚时越算计。我最近一个当事人，她老公就是个司机，开着老板的车装大款出去找小三儿，你说是不是越穷越作妖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小6位数吧，可我从没想过靠结婚改变自己的阶层。想得到什么，就得付出代价。1晚上的时间，我找了个穷男人，这事儿就在律所传开了。我老公值几个钱，不用他替我算。你老公体制内法医，开个大众怎么办？开保时捷才叫有灰色收入呢。技术岗，国家稀缺人才，稳定又忙，这日子多踏实。你说的对，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安稳顺遂。宗彻，老爷子想见你一面，周末有空吗？没问题，交给我。爷爷平时喜欢什么？见面礼我周日没空买。都准备好了，你不用操心。你都准备好啦？老爷子住疗养院，没和我父亲他们住一块儿。老人住疗养院也好，有医护有急救，我老了也想住。年纪轻轻就把老年生活规划好了，以后我们可以携手住疗养院。这是在预设和另外一个人白头偕老。可咱俩这工作强度，能不能干到退休都成问题。硬糖，来来来，快坐。从市里开过来远吧，累了吧？喝饮料吗？你们年轻人喝不惯茶，我小冰箱里有可乐。您又在冰箱里藏可乐，我这就告诉护士，让他们好好查查您的病房。我又不喝，我就放里面看看，这不是给你媳妇儿了吗？你小子给我在孙媳妇儿面前留点面子。爷爷，这是一栋别墅，1辆保时捷，卡里188万，本该订婚时给你的，宗彻急着领证都赠给你，别觉得委屈。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是我的东西，跟宗彻他父亲没关系。我这把年纪，一命呜呼也带不走。爷爷您身体这么健朗，肯定寿比南山。你还是得收下，以后
我见到你爸爸妈妈的时候，也好跟他们交代呀。好，这些是爷爷想留给你的，还是你拿着？不是给我的，是给他孙媳妇儿的，收着吧。那是我大学室友许毅，他怎么也来这边？加班喽，陪领导来看他爷爷，待会儿还要飞京北。这也太高调了。你有驾照吗？有。以后我出差，你可以开车去律所。你们律所直通停车场，安保强，他不容易进来。我师傅都只开奔驰，我开保时捷上班，这不倒反天罡吗？赶紧和你大众男分了，我给你介绍个精英男，很帅吧？安排你们见面。他还在相亲。我煮了银耳莲子糕，你尝尝。你不喜欢吃甜的吗？不习惯在书房吃东西。不好意思，我端出去。对了，你无名指的指围是多少？怎么？买对戒，戴手上就不会有莫名其妙的人来介绍对象了。对不起啊。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去店里挑选对戒。那你自己去洗一下，我先出去了。那男人条件多好，南城2套全款房，1辆宝马 X7，你考虑的怎样啦？让一让。对戒，你还跟人买了对戒？结婚对戒。谢谢你给我介绍对象哦，不过我用不上啦。条件那么好的男人，你自己留着吧。法医这工作，狗都不干。那你出去。干的就是法医。老师，你不是说戴配饰影响工作，从来不戴吗？不是配饰，这是结婚对戒。老师，您怎么找到对象的？传授经验吧。相亲正好碰上高中同学，还不嫌我职业，这概率跟中千万彩票一样，爱莫能助。许毅前几天打听你的事儿，那女人现在可漂亮了。肯定是周应堂让他打听我，他要知道我现在是事业单位小领导，肯定生扑上来。我这叫浪子回头，周应堂遇到我得给祖上烧高香。宗主任，我们的设备都是高精尖技术。宗主任您好，我是成友工业的陆放。南大毕业的。宗主任也是南大的吗？我妻子是。他拽什么啊？不就是个摸死人的吗？小点声，这宗澈可牛逼了，设备选不选得上全看他，别得罪。再牛逼不也只是个法医？放开！我就跟宗主任说两句。宗主任，我们公司设备先进，价格公道，凭什么落选？你总得给个原因吧。老师，评分是所有评委一起打的，跟他解释什么？你们公司有你这样的垃圾，产品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人身攻击！你，老师，他当众骂您，我去跟他。无能狂废。网上骂的最凶的那几个，证据我都留着了，诉状今晚必须写完。班长，这么多年了，他从哪儿弄到我微信的？我高中就是个小透明，跟这群人吃饭说什么？班长也加你了？你也在里面？我刚才都没注意到。那你去吗？周末不加班的话，也找不到不去的理由。你呢？我也一样。宗澈结婚了没啊？给校草找个归属。我们要是一起去，是以同学身份还是夫妻身份？为什么只有男人有喉结，我怎么没有？好玩吗？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好奇，没有要玩你的意思。喉结，我不是没有吗？就摸了摸，算了，晚安。没人告诉过你，男人的喉结不能随便碰。如果有下次，我一定告诉你。很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。
都怪那只手。不说话也不看我，昨晚没睡好。加了双倍浓缩，喝了这杯，今天保证不犯困。谢谢。我还是挺贴心的。硬糖啊，小雪对象为了结婚买了套婚房，写的还是小雪名字，最近就要装修了。姑姑，最好让林雪男朋友签赠与协议，不然写他名字，这房子也和他没关系。装修让男方出钱，万一分开，装修款要折价。还有南城限购，用了林雪的名字，她的首贷资格就废了。那我去跟小雪说说。我可真是多管闲事。他这条是内涵你吧？虽然不该主动找骂，但应该是我。这地段我看过房，就是那种老破小。他对象开迈巴赫，跟我们老板一个车型，会买这儿。对了，林雪说他对象也在你们肖氏，叫张弛，总部高层没一个姓张的，分公司我去查看看。什么跟什么？高一那场1、2甲歌会，他们俩一个学霸，一个校花当主持人，那会儿传的满校都是，他好像也从没澄清过。他不是找借口，我在家做餐厅搬来的椅子，坐久了腰疼，他一直记着。这话怎么听着有点微妙？骚扰前女友，举报都递到人事了，单子没拿下，你还给我惹这个？周应堂，他真去举报我？这季度奖金取消，再管不好私生活，收拾东西滚蛋，升职也别想。他是学法律的，我这工作还要不要保？算了。查到了，肖氏分公司确实有个张弛，快50岁，林雪找了个老头。不可能，我见过他，30来岁，所以他在身份上对林雪造了假。我劝你别多管闲事，你去说，人家又要说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根本不会念你的好。我回头跟姑姑旁敲侧击一下，听不听是他们的事。周末过去看您。你不会要带宗彻一起吧？可别带他，他整天和死人打交道，不吉利。他跟死人打交道，是帮不能说话的死者说出真相。宗彻带我见爷爷那天，老爷子穿戴齐整，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那我们就不过去打扰你们了。这个味道不好闻。你喜欢什么香？我回头换上。不用换，也不用摆什么香薰了。福尔马林和消毒水，我不介意，也不难闻。好。还有，你不去同学会的话，我也不去。怎么了？是我哪里做的不对？我跟他们本来就不熟，去了也是干坐着，不如跟你一起去买人体工学椅。行，人体工学椅要本人去，才能挑到合适你脊柱的。2份炒米粉，打包再走。我抬过尸体，没抱过活人，它是软的，是热的。快点到。你睡着了，我没叫醒你，就……好的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到底该说谢谢还是抱歉？我只知道我心跳得很快。炒米粉吃吗？还是热的？吃的。大馋丫头，那种氛围下，你俩不该亲一下？你没欲望？宗彻那种看着超级冷淡的人，会不会进行到一半，突然洁癖发作跑去洗澡？直接去卖人体工学椅那家。先量数据，试做，再定尺寸。我看中的你都说一般，那你倒说说哪个好？我这房子总得装修啊。那是我表姐，旁边那个冷白皮没表情的，就是她那个跟死人打交道的老公。走，过去。表姐，这么巧啊，在这里遇到你们。这是我表妹林雪，那是她男朋友。你好，宗彻。他那双手摸死人的，你握什么握？不嫌晦气。林雪，你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。不必，这种话我习惯了。他习惯了，可我不习惯，也不允许。这双手我天天牵，手没问题，
有问题的是你的脑子。握手是我的底线，握完必须消毒。可这一次，我不想松。表姐，你别当真，我开玩笑呢。你们来逛什么？来给我买椅子。你们呢？我太太身高170，体重50公斤，按她的身高体重定制，再量肢体长度和腰部曲线。先给我测，我们赶时间，我早就想换椅子了。这店里连标签都没有，这椅子很贵吧？合适你骨骼的椅子不看价格，它是帮你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，这么想就不贵。太太，数据出来了，19800，先生是会员，已经打过折。19800，我这工资还配不上这把椅子。刷卡，这是张弛给我的，让我随便刷。他是肖氏集团的高层，年薪大几百万，那他对你挺好的。哎呦，姐，这椅子你自己刷卡啊？我们家硬糖管钱。才几十万，张弛卡里可是8位数。姐夫就开个大众啊，要不要过来坐坐我们的迈巴赫？不了，我老公的车我坐得惯。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会碰见林雪，日料改天再吃。你以前借住在他们家很难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什么都没说。看出来了，表姐妹之间只有贬低和比较，对你丈夫也没有该有的尊重，这不是一天养成的。还有她男朋友不像高层，看起来像个杀猪盘。你怎么也看出来了？我让许毅在肖氏内网查过，查无此人。我猜出张弛不对劲，可我没提醒林雪。我是不是很坏？我在姑姑家住了那么多年。你父母车祸亡生有赔偿金吧？有30多万。肇事者很穷，就这么点儿钱在姑姑那儿，说这些年都花在我身上了。都花在你身上了吗？所以你不必抱歉。尊重是互相的，你一味对别人好，别人不领情，你这算什么？算什么？算你傻。宗澈能看出来，只能证明他不是瞎子。明眼人都知道你在姑姑家过得不好。我到现在都觉得30万赔偿不对劲。还有你爸妈的房子存款呢，1毛没有。房子卖了还生意欠债啊，那时候我还没上小学。反正我觉得不对劲。这就是咖啡续命的后果。这具钙化的骨头是我做的尸检。这样够养生了吧？大瓜，肖总今早在车里发现了个套子，让我调行车轨迹。司机偷开老板的车出去把妹，重点是这轨迹里有你姑姑家的小区。把司机照片发我。是他，这事儿真是巧了。已经开除了，肖总还嫌恶心，让我把那辆车卖掉。车没了，林雪总该看出问题了吧？印堂啊，姑姑有点事儿想麻烦你，你手头上有闲钱吗？姑姑跟我还说什么麻烦？您借钱是要做什么？你叔父查出癌症了，好在是早期，有种特效药不走医保，贵得要命，要50万。我跟你姑父这些年没存下钱，他还那么年轻，治不好下半辈子就完了。您别着急，我这就过来。印堂，你先别告诉小雪，我怕她担心。好，我不跟林雪说。不够可以先用我工资卡里的，不着急，长辈的身体最重要。不能用你的钱，我们才结婚多久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先去你姑姑家，我有个朋友在13院肿瘤科，可以让姑父再去做个检查。我就不上去了，他们这时候应该不想看到一个法医。抱歉。没事，去吧。我在车上联系我朋友，分头行动。你说我跟你姑父怎么这么命苦？我们一辈子积德行善，怎么就这样了？姑姑您别哭，您这样会影响公父情绪，不利于治疗。可这病怎么治啊？那么贵，我看还是先把这个房子卖了。我这儿有20万，存了定期，我待会儿就去银行取出来给你。20万，这个数字好像不太合他的心意。这是我全部的存款了，剩下的我再想办法。姑姑不是要跟你要钱，可现在这情况，早些年要是能多存点儿，也不至于找你个孩子开口。姑姑，姑父检查拍的片子还在吗？我有个朋友在医院，让他帮着看看。说是要瞒着林雪，报告却摆在茶几最显眼的地方。林雪还住家里吗？在家住呢，就是不知道能瞒他多久。他跟他爸感情好。您别担心，我去取钱，姑父一定会没事的。谢谢你，硬糖。希望这后续治疗别花太多钱。情况很不好。
宗彻，我每天要在当事人给的证据里分辨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。刚才在楼上，我分不清了。1. 说要瞒林雪，报告偏偏摆在茶几最显眼处。2. 从头到尾没问过怎么治，去哪家医院，只问钱。3. 我说20万，他的脸沉下去了，他要的是50万。所以他们在算计我。姑姑养我18年，我每个月给她2000，她拿姑父的命来算计我。那就验一验，我朋友明天挂专家号，你带功夫去。如果他躲着不去，就说明我猜对了。走了，给多少？20万。他说全部存款就这些。妈，才20万，张弛那边还差30万，你再想想办法。你别催，那丫头是律师，眼睛毒。一个女娃能有多毒？明天她要真带我去医院，你就说我下不来床。妈，钱呢？张弛那边今天就要。我问问他。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吃我们家住我们家18年，一提钱就变白眼狼。要是去检查出来你爸根本没病怎么办？那就别去，你就回他，我下不来床。你上班那么忙，我自己带你姑父去就行，你请假还要扣钱。我们律师所有陪看假不扣钱，养育之恩大过天，我哪能安心上班？你姑父前2天才做完检查，太折腾他了。我开车去接你们，走 VIP 通道，不折腾。不回了，不回了。小雪，50万实在凑不到，我们就分手吧，我不想拖累你。不分手，我把房子和积蓄都填进去了，剩下的我一定给你凑到。明天让爸躲起来，就说接受不了噩耗，留了信一个人出去散心。妈，你去找人，让周印堂回去上班，钱先转过来。这是个好主意。我们这样骗印堂，是不是？她好歹是我亲哥的女儿，没有我们就没有她，这是她该孝顺我们的。去洗手，马上能吃。宗彻，我觉得你身上有一股特殊的气息，一股能让人安静下来的气息。我朋友看过你发的片子，确实是肺癌晚期的片子。可片子上写的是谁，还得人到医院去验。所以你还在担心？宗彻，你觉得亲人之间也会有欺骗吗？至亲之间？和我讨论亲情，我给不了有效建议。我从小活在欺骗里，我父母一开口，我心里知道又要开始编了。但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心里已经有怀疑了，未必是这一件事，是过去很多件事加起来，让你对他们的信任崩了。我以为你是法医，只会解剖尸体，没想到还会勘测人心。不必内耗，问心无愧就行。以前我不信，一个好的另一半能减去一生辛辛苦，原来减去的是陪伴与开导。你姑父不见了，留了信说接受不了，一个人出去散散心，电话也打不通，专家号错过就要再等半个月。姑姑，报警，让警察查监控。不能报警，姑父情绪不稳定，万一想不开怎么办？钱的事儿不用怕，20万不够我再去借。不用报警，我自己去找。你回去上班，你先把那20万转给我，我带他去检查。姑姑，你告诉我实话，姑父是不是根本没生病？印堂，你是不是不愿意给姑姑这20万？不是我不愿意，是从昨天到现在你只想要钱，一句没问过怎么治。姑姑，你们是不是被骗了？我是律师，我能帮你们。没有被骗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干脆把钱给我，就当孝敬我，不行吗？喂，110吗？我家里人被骗了，麻烦你们出个警。你报警干什么？我没被骗，我没有。是你啊，邻居骚扰，前男友纠缠，这回是家里人被骗，你这运气。我姑父假装重病要钱，人现在藏起来了。阿姨，您先说清楚，您丈夫到底有没有病？病了，是病了。病了就赶紧上医院，人躲起来我们帮您找。您外甥女没做错，现在诈骗手段层出不穷，骗老人也骗年轻人，刷单的、果聊的，还有杀猪盘。杀猪盘就是伪装成有钱人，专挑单身的下手，开始天天嘘寒问暖，送包送首饰，2个月不到就开口要钱。隔壁辖区上个月一个人被骗50万，等抓到骗子，钱早输光了。有钱人，单身，嘘寒问暖。姑姑，谁骗你了？说清楚。张弛、李雪那个男朋友说投资亏了要填窟窿，跟我们借钱，说以后多还我们当利息。我给你姑父给了10几万，那是我们的养老钱啊！干什么？有话快说，我忙着呢。林雪，张弛是骗子，你给他转了多少钱？你说谁是骗子？我看你就是嫉妒我找了个有钱人，想让我们分手。周印堂，这是我唯一一次跨越阶层的机会，我不会让你破坏掉。你早知道他是骗子吧？不过赌徒就算听了真话也想搏一次。你看你表妹压根儿不信你。张弛，肖氏集团分公司司机，去年因为偷开老板的迈巴特被开除，照片车牌全对得上。不可能！
是骗子，我给了他180万，180万啊！180万？他月光光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卖房子150万，又网贷了30万，真傻呀！我这就叫同事去外地找人，别等钱都输光了。房子？他什么时候有房子的？你找的什么男人？家里的钱全没了！我怎么知道他是骗子？当初也是你们同意我跟他在一起的。饭我叫了，你们吃点儿。案子交给警察，我先回去。我看他们这就是活该，贪图人家钱财，才被人牵着鼻子走，自己被骗就算了，还要骗你20万，你那钱是加班熬出来的。我以为张弛被你们公司开除就没本钱行骗了，没想到他能从林雪那儿弄走180万。所以林雪那房子哪儿来的？你姑姑10几年不上班，就你姑父一个人赚钱，还天天跟你哭穷。我也想不通，别不是你姑父吞了你爸妈的车祸赔偿金，没告诉你。姑姑不是那样的人，这些年她对我也挺好的。坑了赔偿金，当然要对你好。你实习3000块工资的时候，他们就找你要钱，你每月上交2000，自己吃我做的3餐，你忘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你千万别掺和，保不齐最后要你来填他们的损失。房子卖了，钱没了，你还有脸哭？房子是你们过户给我的，凭什么现在全怪我一个人？我还让他白睡了那么久。老林，要是应堂知道那房子是用我哥的赔偿款买的，那房子是用舅舅的赔偿款买的，我一直以为是你们省吃俭用攒的。闭嘴，少问少打听，钱都被骗走了，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就算他知道了又怎样？我们养了他那么多年。对，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那么多年，用他爸妈的赔偿款怎么了？小时候司机接送，我父母只会说出了事就开除司机。住校时，别人的爸妈叮嘱注意安全，我一个人铺床。这句话，他是第一个跟我说的人。报告明天自己来中心去。明天真没空，我连夜去外地抓人。跟你说个事儿，哥们儿大概率要脱单了。谁？我连续3次执勤碰到同一个报案过，这不是缘分。他长在我审美上，性格还好。等我把骗他姑姑的骗子抓回来，他不得把我当英雄？被邻居骚扰的那个？对啊，先前还是你提醒我去他小区做安全宣讲的。你死心吧，下次你见到他，记得叫嫂子。嫂什么子？我操！你真跟他结婚了？我一直当你开玩笑。新一女嘉宾变嫂子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只能说明他有魅力。张弛那边什么情况？拿了钱跑外地了，是个赌徒。我们连夜过去配合当地公安，赶在他输光之前抓人。那你快去，我要回家了，我老婆还等着我。大可不必加最后一句。印堂，没洗澡，不能碰家里的东西。你哭过？爸爸妈妈，跟妈妈念 b a 8 8。幼儿园没教过，我不学了。不学就不学，去看看你爸做了什么好吃的。都上1年级了，你妈抱不动喽。爸妈，你们看看我，我在这儿。医用手套，我上个月刚办完的杀妻案，凶手戴的也是这个。我回来看你在沙发上睡着了，给你盖了毛毯。我还没洗澡消毒，就先戴了手套。重度洁癖加强迫症，非常合理。奇怪，那块地方有点发烫。甜一包的饺子，我调了酸汤，你不是爱重口味？今天出了那么多事，你还有心思做饭？就算天塌下来，也得吃饱了才能战斗啊。宗彻，我一整晚都在想一件事：姑姑姑父跟我要钱，是被张弛骗急了，还是他们本来就觉得我的钱理所应当该给他们？我很小就知道，对别人不要有太高期待，期待越大，失望越多。可他们养了我18年，所以我想查清楚我爸妈那场车祸到底赔了多少钱。只是案子结了10多年，判决书还在他们手上，难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需要帮忙就开口，我认识一些朋友能帮上忙。谢谢。这些年难的时候，都是我一个人扛。我决定查清我爸妈车祸那件事。你终于迈出这一步了，可喜可贺。不过你发现没，你现在跟我聊天10句里至少1句带宗彻。老实说，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？还是从上学那会儿就暗恋人家？没有暗恋，那会儿我又内向又自卑，借住在姑姑家压力那么大，
哪敢想这些？你只否认了暗恋，可没否认喜欢他。宝贝，你要恋爱了啊！先婚后爱这个时髦也让你赶上了。谢谢。那时候的他那么亮，我连抬头看他都不敢。心里好像缺了一块。嫂子，我彭家宗澈大学同学。嫂子？哦，你们是同学。那孙子抓住了，去得及时，钱还没输光，人押回南城，钱先扣着，查清他骗了多少人再做分配。这个我懂，我也是干法律的，谢谢你们。还有件事儿，彭警官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查一起10多年前的交通事故，我父母的判决书在我姑姑那儿，我要不到。那么久以前的车祸还有疑问，信息发我，我帮你问问。不用谢，嫂子。谢谢。姑姑，张弛抓到了，钱还在，具体多少还要查。钱还在就好，我们也不追究了，把钱还我们就行。应堂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。姑姑，他犯了法就该受制裁，不然他还会去害别人。家丑不外扬，传出去让人知道小雪被骗，她以后怎么嫁人？你是她姐姐，那你也等着看她的笑话。那个张弛在肖氏工作，你朋友许毅也在肖氏，一个公司的，怎么就不提醒我们一句？我们才是跟你一家人，你胳膊肘往外拐，让我很寒心。家里有个当律师的，遇上骗子本该是好事，为什么偏要藏着掖着？除非他们真的昧下了我爸妈的赔偿款。看看还要加什么？哎，怎么不问我？我也是人啊，我跟他在一个被窝里睡了4年，一个寝室。嫂子，宗澈话少，但这人特别靠谱，从入学就一心只读圣贤书，法医学综合成绩到现在还是最高的，工作了就只顾工作，男女关系上干净的不得了。他高中也这样，一门心念念书，一直是我们年级第1，考试都不给我抄，作弊要被通报批评，而且我给你划了重点。多谢你的重点，让我次次合格。碰一个。你酒精过敏？不过敏啊，就是脸有点发烫。这饮料含酒精，知道自己过敏还喝，你不要命了？对对对，去医院，过敏严重的是要出人命的。起来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彭家，你结账，账单发我，我请。小时候我说我乳糖不耐受，喝牛奶会拉肚子。哪有那么多讲究？牛奶喝了长身高，不喝牛奶别的也没有。都给你喝牛奶了，你还矫情？当心把你去孤儿院，你连水都喝不上。我闭着眼把那杯牛奶全喝了，后来在学校真拉肚子，还被老师说行为规范差。喝着喝着我就耐受了，原来没人在意的毛病是可以自己长好的。对不起，我刚才在餐厅语气不好，马上到医院了，不会有事的。不是你，我脸好像不烫了，那劲儿应该缓过来了。还是得去看看。我虽然是法医，也算半个医生，过敏可轻可重，不能马虎。宗澈，你人真好。别以为夸我就不用去医院，就抽个血。你晕针还是晕血？我晕医院。上小学那年，老师和警察把我带到医院，说爸爸妈妈出事了。可我到最后也没见到他们，只见到了2个骨灰盒。福尔马林混着消毒水的味道，是他。没事了。以前我一个人也来抽过血，有了依靠，人怎么反倒变脆弱了？就是酒精过敏，喝的少，药都不用开，下次别喝了。房子没了，钱也没了，当初不是你们催我赶紧找个有钱的，是我逼你去网贷的吗？存款1分不留，全打给那个骗子。这个家都被你败光了，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……爸，你别装了，妈，他脸都白了，快打120。妈，我卡里真没钱了，全给他了。还好我留了一手，还好我留了一手。初步排查，怀疑是肺癌，具体情况等白天安排详细筛查。肺癌？怎么可能？那不是假的吗？宗澈，今天的事谢谢你，吃饭也好，医院也好，非常感谢。我应该做的，我们是夫妻，不是吗？夫妻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，互相扶持。对，是夫妻，那我们的关系应该算更进一步了，对吗？赔偿金到底是多少？姑姑姑父有没有内下？明天就知道了。明天我送你过去。好，
有你在，我不怕。你都长这么大了啊！当年殡仪馆那个小丫头，一晃这么多年。谢谢赵警官记得，我现在当律师，也结婚了。她老公宗彻，市局法医，是小宗啊。那小子技术好，我们合作破过案，靠谱。彭家说你对当年的案子有想法，哪有疑惑？我想知道，当年我父母身亡，一共拿了多少赔偿金？赵世芳家里穷，就一个劳动力，东拼西凑借钱赔，保险公司也赔了不少，前前后后得有200万吧。200万，不是30万。姑姑姑父真的捏下了我爸妈的赔偿金。应堂，你没事吧？嫂子，你得赶紧起诉，趁他们被骗的钱还冻着，官司一赢就能回你账户，不用跟他们扯皮。那是你爸妈的赔偿金，他们既然昧下了，我看就不是真心收养你，冲着钱来的。让我再想想。他一个人，别出事。刚住进去时，林雪不肯分房间，姑姑打了她的屁股。过年买新衣、包红包、升学宴，她也曾掏心掏肺带过我。我决定了，以后不再每月给姑姑转2000，也不追究赔偿金的事。尊重你的决定。你一点不意外？纠缠在是是非非里只会消耗自己，放下往前走才是明智的。我们俩的三观还挺一致的，怪不得一拍即合了夫妻。吃完这顿，明天又能满血复活了。你就这么放过他们了？我知道你善良，可你姑姑林雪都不是善轍。我以后不管他们了。这事儿没说开，他们就会装聋作哑，往后一有事儿就来挟恩绑架你，说不定转头又装病骗钱。同样的骗术，我不会再上第2次当。外面有动静，是宗彻起来喝水吗？宗彻，你这什么情况？这个拥抱是什么意思？我该说点什么，他又该说点什么。抱完就走，他害羞了吗？不敢承认了吗？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吗？慢点。我睡不好都是因为谁啊？不就是个拥抱吗？可能是安慰我，别想太多。他昨晚主动抱了我，今天却装作没发生一样。依我看，你老公是害羞了。害羞这2个字用在他身上太违和了。夜深人静看到老婆出来，把持不住，又怕唐突你，立刻放开，第2天不敢提。你老公喜欢上你啦？男人喜欢一个女人，身体是控制不住的。妹妹，勇敢往前走，去享受恋爱吧。你别乱猜了，我工作忙着呢。周应堂，我爸生病了，肺癌，家里拿不出钱，你给我转点。林雪，你看我像傻子吗？我爸真病了，不信你来医院看。好好做人，别再走捷径，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。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好骗的我了。他怎么那么坏，一毛不拔？要不把家里的房子卖了给你爸看病，等张弛的钱查回来再说。妈，房子卖了住哪儿？周应堂有钱，她老公卡里有大几十万。上次骗过他，他肯定不肯借了。上次是骗，这次是真的。你去他单位，手机里说不明白，他要不给，就在他律所闹，让人知道他是个白眼狼。林雪他们确实来问过钱啥时候还，可张弛骗的不止他一个，他老婆也起诉了他，钱一时半会儿解不了冻，还扣着。所以他从警方那儿没要到，又编了个生病要钱的法子，嘴上诅咒姑父得肺癌，也不怕避衬。我啊，将来要暴富当富婆，当惩奸除恶的大律师。这周末我有点事，你在家等龚学乙送来就行。好，你去忙。他从不含糊，没说的事就是不能说的，私事或者案子。这周得回一趟萧家，我父亲那里。这里是萧家私宅，业主里没有开这种车的，掉头出去。那你跟里面的人说一句，我来过了。少爷，前面那人走错了，我已经让他走了，
不耽误您回家。大哥，家里新换了门卫，不知道是你回来了。大哥，你先进去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。你不用在萧家干了。少爷，我刚来上班没多久，从没人告诉我这家还有位大少爷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不必在我面前显示你萧家大少爷的身份。哥，萧家永远都是你的，我从未想过跟你争，真的。还不快谢谢我哥，不然这份工作你保不住。谢谢大少爷，谢谢大少爷。哥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公司？职位一直给你留着。我有工作，法医这行，算了，反正职位留着，你什么时候想回来都可以。爷爷说你爸病了，你始终是他们的孩子，去看看他，免得以后你自己后悔。你爸爸在卧室等了你很久，去看看他吧。谢谢。你怎么跟他一起回来了？门口碰到的。你忘记了你小时候差点被他害死，我可是忘不掉。妈，那是意外。他是故意说给我听的，提醒我在这个家的身份。这颈托真托住肩颈了。贵的东西果然有贵的道理。他送我这么合心意的礼物，我也得回一份他用得上的。许毅，送男生什么礼物合适？你觉得我有经验？剃须刀、游戏机吧，男人都喜欢实用的。问许毅等于白问，他需要什么？大概是一进门就能全身喷消毒水的自动装置吧。他脸上有疲倦，看到我又立刻藏了起来。椅子送来了吗？怎么了？送来了，师傅也装好了。师傅走了以后，我把客厅、书房都消了一遍毒，保证一点细菌都没有。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我现在也觉得从外面回来就该消毒。那糟糕了，你被我传染了。那你可得快点去洗澡，不然就要传给我了。你还没吃饭吧？我们今天吃酸汤火锅。好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吃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，毛孔都舒展开，烦心事就散了。可乐加酸汤火锅，快乐加倍，快喝，喝泡沫。是不是很爽？可乐最好喝的就是第一口。还有这种说法？不信你再喝一口，绝对没有第一口爽快。因为饮料里的二氧化碳溢出，口感恶化。所以说文科生和理科生聊不到一块儿。我跟你讲浪漫，你跟我讲化学。抱歉，条件反射。宗彻，你平时除了工作喜欢做什么？有什么爱好？基本上没有工作之外的时间，可能比较喜欢看悬疑剧。我也喜欢。你们办真案子也这么烧脑？精心策划的谋杀反倒容易锁定嫌疑人，难的是临时起意，不知道他和受害者什么关系，也没有动机，范围就缩不下来。就像你们律所那起案子，家属最初报的是失踪。网上那些诋毁受害者家属的人，我已经让他们必须限期公开道歉。你很厉害。我以后要当大律师，当律所合伙人，祝我成功。祝你成功。他的爱好绕来绕去，还是工作，那就送他工作上用得着的东西。他说过这本法医转著已经绝版，盗版不要，要买就买正版。宗彻还没睡，他今天回来心情就不好，我去陪他聊两句。这场景和他上次抱我那晚一模一样。不是，他这是在干什么？不是我。不是你，那是谁？你就是宗彻啊！眼神发愣，行为反常，抱完就走。他是梦游？手机在房里，床也在房里，我今晚是回不去了。他的房间是他的地盘，我进去了，他明天得把屋子消一遍。多与心理创伤、精神压力有关，醒来后不会记得当时的行为，而他现在正睡在我的床上，这感觉真微妙。这是印堂的床，梦游又犯了，这次还占了他的房间。昨晚有没有吓到他？我去做早饭，你先去洗漱，待会儿吃饭的时候跟你交代。他这个人真的是面面俱到。你怎么就这么相信我？高中跑操，有个女生鞋底跑掉了，一堆人笑她。
你把那几个男生从队伍里推出去，后来老师来了，你一个字都没提他鞋子的事儿。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我们班老师讲课特别快，很多人跟不上，只有你举手让老师放慢。你明明早就全听懂了。这个我也不记得。你看，你做过的好事你自己都记不住，因为你不求回报。你是第一个说我善良的人。那是他们不了解你，我说话就说话，怎么还一直拉着人家的手？这也太像占便宜了。那这个梦游症能治好吗？很久没犯过了，我以为已经好了。我回头去看医生。我陪你一起去。我记得你恐医。我恐医是害怕自己一个人去，你去的话我就不怕了。我们不是夫妻吗？另一半生病了我都不请假陪着，那还算什么夫妻？上次我过敏，不也是你送我去医院？我跟医生约好时间，就跟你说。我不介意你生病，我每次上庭前压力大会抠手指，严重的时候抠出血。现在的年轻人哪个没点心理上的毛病？宗主任，好几年没你的消息，我以为你已经痊愈了。周3下午3点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我还会带一个人一起去陪我诊疗。当然问一句，这个人是谁？和你什么关系？妻子。恭喜你，有爱人相伴，你的心理问题会好得很快。我以为医生才是。他说的对，理科生确实不懂浪漫。应堂，你姑姑来了，说要见你。我姑姑，她没提前跟我说一声。好，我这就过来。你姑父得了肺癌，这个借口您先前已经用过一次了。这次是真的。我们家的钱都还在警局压着，你借点给我，给你姑父治病。你们家还有一套房子，卖了给他治病。房子卖了，我们一家住哪儿啊？那就别治了。你怎么这么说话？他可是你姑父啊！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也是我姑姑？对，我是你姑姑，把你养大的姑姑。那为什么你要吞没我爸妈车祸的赔偿金呢，姑姑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吞你爸妈的赔偿金？你不想借钱就直说，何必拿这种话搪塞我？你那么小就到我家，我跟你姑父把你拉扯大，对你比对亲女儿还好。我是律师，没有证据的事我不会平白冤枉任何人。当年的肇事者早就出狱了，我找过他，他明确说前后一共付了200万赔偿款，而你们告诉我的是30万。您总说30万怎么够养大一个孩子，所以我毕业后每个月给您2000，几年下来也不少了，剩下的170万还不够吗？您还想要多少？要不然您自己去问我爸妈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你爸妈，让他们看看他们生了个怎样的白眼狼。我撞了，我真撞了。女士，损坏公司财产是要赔偿的，这块玻璃大概10万，墙壁的大理石是国外进口，加上人工费50万。另外您在这里骚扰，导致我们律所无法正常工作，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另算。我们全程录像，还有监控，能证明没人碰你，是你自己撞的。这还涉嫌寻衅滋事，要处5日以上行政拘留哦。既然姑姑今天来找我了，我也正式通知您一声，关于您侵占我父母的赔偿金，我将正式起诉你们，追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你去起诉，看看法官是站在你那边还是我这边。我本来想这件事就这么过去，以后不往来就算了，是我高估了人性，低估了贪婪的人的底线。对不起，师傅，是我自己没处理好私事，给律所添麻烦了。我们当律师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你姑姑刚才那套小儿科，自诉。我主攻刑事，民事这块也熟。这件事我不想假手于人。那你还有没有精力跟我一起负责藏尸案？我可以，这案子我是从头跟着您了解的，现在退出我不甘心，我不会让自己的事影响案子，一定尽力给我们的代理人讨回一个公道。师傅信你，不过别太累。我们这行最重要的还是保重身体，今天不用加班，早点走。宗澈，今晚不用来接我，我去找我闺蜜局，下次再带你认识她。我姑姑今天到律所闹了一场，说姑父得了肺癌，来借钱。肺癌？他们家的良心才是癌！200万的赔偿金，昧下170万，还有脸跑到你单位哭求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我退一步，他们只会变本加厉。我要是不先起诉，他们以后还能反过来诉我抚养费，再往后说不定还要我给他们养老。你做，我100%支持你。开庭那天我给你当后盾去。对了，你跟你老公说了没有？别的事儿他都知道，打官司这事儿还没说。他工作忙，我不想让他为我这些事儿劳心劳力。也对，还是别告诉他。相爱的时候他会想到你无依无靠，心疼你；将来要是不爱了，
这就可能变成重伤你的武器。走，我送你回去。这么晚我不放心你一个人打车。不用不用，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，我家就在附近，走回去就行。就在附近那更好，一脚油门的事儿。徐小艺，你是不是还有下半场？哪个男人？你背着我谈恋爱了啊？真没谈恋爱，就是偶尔会一起睡睡觉。批友啊？有时候压力稍微有点大嘛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样不好？我不反对你追求快乐，但你看他体检报告了吗？干净吧？你自己去做个体检，也叫他去做一个。他不愿意，就赶紧断了。做完跟我说一声，一定要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周大律师。怎么了？和朋友见面不开心？不开心啊！跟朋友区800个人，相当于看1小时心理医生。这么管用？我是说，很多事情说出来了就不会积压在心里，情绪宣泄了，人就放松了。你和彭家平时不怎么聊？不怎么聊，两个男人坐在一块聊心事，也挺奇怪的。那你跟我说，我们当律师的最擅长的就是倾听。一定得是律师和代理人的关系。朋友也行，不过我收费可贵喽。明明只是很简单的一个眼神，我心脏却像漏跳了一拍。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过。接吻的时候，闭上眼睛才更浪漫。闭眼之后，我听见他的呼吸，听见他衣料轻擦的声音，还有砰砰的心跳。怎么了？接吻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吗？他的洁癖让他连碰一下都不行，就算是妻子也不行。他早说过对那种事没什么兴趣，早就知道的事，现在介意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樱桃，怎么了？你走错了，你该回房间的浴室洗澡。刚才抱歉。为你撤回的那个吻道歉吗？我不该那么唐突。没关系的，我理解。接吻本质上就是口水的交融，你洁癖无法接受，我理解。人家这是心理疾病，我却因为没接到一个吻迁怒他，有点小题大做了。宗彻，我不是……对不起，以后我会注意。你休息吧，我回房间。他把门反锁了，连话都不想跟我说了。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澡，这是我多年的习惯。医生说这也是一种病，以前它不影响我的生活，现在它影响到了。刚才我伤到了他，我们是夫妻，是奔着一辈子去的。我说顺其自然，可顺到那一刻是我避开的。再等一会儿，再等一会儿，我就能克服。短时间内我克服不了，就算有心想治好，也需要时间，不急于一时。许毅，你人呢？我该怎么把刚才那句话收回来？他大概正忙着他自己的事。未来的周大律师第一次被一句话难住了。他明明反锁了门，这条消息是让我搬去客房，还是跟我算今天的账？还陪我去看心理医生吗？他把门反锁了，却还在等我一句陪。昨晚他梦游，我们谁都没提。他不是心胸光广，是能让他在意的事实在太少。樱桃啊，你六亲不认，把你姑姑逼上绝路，族里商量好了，把你爸妈的牌位请出祠堂，骨灰也从祖坟迁出去。迁坟？你们疯了吧？大爷爷也同意。今天下午祠堂等你，你不来，我们就动土。早不闹晚不闹，偏偏这个时候闹，是姑姑和林雪挑唆的。宗彻，我有点事出去一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你别等我吃饭。什么事？我送你。不用，我打车就行。注意安全。这一句我看了5分钟，每个字都认识，连起来却读不懂。他以前什么事都跟我说，我无法专心。这么多年，头一次。解决了？强吻还是滚床单？你倒是说清楚啊！睁开眼就看手机，谁的消息那么重要？萧时气，你管的有点太多了。不孝子孙，跪下！我没有错，我为什么要跪？该跪的难道不是周素芳？没了父母教养，竟敢直呼长辈姓名！他姑姑当年那么苦都把他养大，真是养了个白眼狼。
今天叫我来，不就是要把我父母的牌位提出祠堂？不劳各位，我自己带他们走。我哥生是周家的人，死是周家的鬼，你只能带走你妈的牌位。牌位是你们要移的，现在又不许我带，你们要的到底是牌位还是妻？当年我爸妈车祸走了，我一个人在家住了小半个月，你们哪个上过门？后来听说有赔偿，你们才争先切希来问我想跟谁。赔偿金是200万，姑姑却说肇事者只赔了30万，剩下的170万去哪儿了？你胡说，就是30万！你当着我爸妈的牌位再说一遍！你发什么疯？李雪，你才发什么疯？被一个当司机的男人骗，又卖房又网贷，几百万送出去，又蠢又贪婪，你胡说八道！爸妈，别怕，今天我一个人也能把你们带走。你一个女人怎么敢替你父亲做主？你只能带走你妈的，带走了，你们就不再是周家人。许毅回消息比蜗牛还慢，我手机里不正好有个警察吗？彭家。宗彻，嫂子呢？他刚给我发了个定位，还有2个字：救命。我不敢贸然打过去问。地址发我。周家村，我正联系那边的派出所。要快。他出门的时候，我就该多问2句。今天村里有事儿，外村人不准进。我是周应堂的丈夫，我也算半个周家村的人，让开。我们可没听说过周应堂结婚了。看清楚了吗？10分钟，我要是没出来，你们就进来。那正，不管真假，快通知里面。赔偿款暂且不谈，先谈我父亲留下的祖屋。姑姑说卖了还债，可周家村的祖屋不能出售，卖给了谁？卖了多少钱？钱又还了谁的债？那都多少年了，我怎么记得住？你爸做生意欠钱，你去问你爸。那就请大爷爷查一查我父亲那栋祖屋现在的所有人是谁。祖屋的事我自会查，可你冒犯长辈，大闹祠堂，冲撞祖宗，按周家村的规矩，杖责20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私自动刑已经违反法律。在周家村，长辈就是法律。大伯，应堂这孩子是我没教好，今天该您出面好好教育他一番。杖责，杖责，不然往后小辈全学他的样。彭家到底靠不靠谱啊？怎么还没来？宗彻，我是警察，你们再动一下就是袭警。他不是警察，他是法医，你们别被他骗了。我是隶属于公安机关的法医，也是警察。我同事就在村口，10分钟我们没出去，他们就进来抓人，袭警是重罪。跟我走。等一下，我要带我父母的牌位一起走。好。警察打人了！警察打人了！那你去投诉我。我们走吧。好。没事了吧？非法集会、滥用私刑，好好查一下。行，全部带回去做笔录，一个都别想跑。被骗那笔钱什么时候还我们？我们家等着钱救命，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！我执法记录仪拍着呢，妨碍公务，袭警，走吧。认识他这么久，第一次见他这么臭的脸。也是，我家这趟烂事儿，谁不反感？抱歉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觉得这是给我添麻烦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但凡我晚一点到，挨打的人就是你。那么粗的扁担，你觉得你能挨几下？周应堂，别逞强。我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不会什么？不会单独行动，至少交上朋友。人都先带回派出所了，嫂子手机开着机，回头可能还得找你录个笔录。行。还好嫂子的消息发的及时，我们才能第一时间赶过来。那我先撤了。我懂了，他气的不是我冒险，是我第一时间找的人不是他。我当时给彭家发消息，是因为想到他是警察。我不是。以后不管出什么事，第一时间给我消息。可你在忙呢，
出任务的时候。出任务时，我的手机在助理那儿，他会帮我接。我记住了。手机给我。解锁。他说什么？扑倒宗彻？我有点喘不过气。不下车还想去哪儿？想找个地方安顿我父母的牌位。家里不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是你的家。你的父母也是我的岳父岳母，怎么就不可以？他还在跟我见外，也不怪他，我们到现在都还没能真正信任对方。从小姑姑对我们不冷不热，家里有钱后才走得近，如今撕破脸也是因为钱。钱这个东西真的比亲情还重要吗？是的，对有些人来说，金钱和权力比亲情重要。我小时候被诬陷推弟弟下楼，我父亲的妻子明明看见了，却不为我说话。只要我失了地位，继承家业的就是他儿子。有皇位要继承吗？算是吧。所以别用你的心去度别人，你看重感情，不代表所有人都一样。这个不太好看，换一部。好。害怕？啊，还好吧。世上没有鬼，真有怪事也是人为的，我相信科学。那段结束了吗？其实早结束了，轿子里什么都没有。可我说了谎，只想让他在我怀里多待一会儿。还没有。这个距离是你能接受的吗？那就是还不能接受。我竟然会为了他多待一会儿说谎。下次再试试吧。原来我心里也有这么黑暗的一面。其实恐惧早过去了，我没松开，是因为不想。我也想抱着他。我是被我侄女气糊涂了才动手的，民警同志，我道歉。那是张弛骗我的钱，我要拿去救命，你们凭什么动着不给我？钱冻结着，走司法程序去。周家村也不归我管。嫂子这些年，是宗社该头疼的事儿了。周应堂，真的是你？陈若诗，你比以前更漂亮了。你以前都不爱说话，现在竟当了律师，变化真大。你怎么在心理诊所来看病吗？我陪人来的。高中谁都看得出他喜欢宗彻，这层关系我不能说不。那你等着，我找我姐姐吃饭去。下次同学会你一定要来啊！有时间一定去。你的评估本已正常，问题出在你回了趟家，家庭因素一给你负面情绪，梦游就犯了。我梦游的时候会做出自己毫无印象的举动吗？会，想知道就装个监控。说说你的新婚妻子吧，和她相处什么感觉？她开朗，话多，和她聊天很放松，和记忆里的她不一样。怎么蹙眉了？一有亲密举动我就本能的想拒绝，不是身体的问题，不是不喜欢，也不是怕负责，是怕负不起责，怕给不了他正向的反馈。我父母的婚姻是失败的，我骨子里和他们一样淡漠凉薄，基因会遗传。你都在预向白头偕老了，怎么不想想万一人家不喜欢你呢？也是，互相喜欢概率本来就低，所以别杞人忧天，顺其自然。还要来复诊吗？看情况。怎么了？其实吧，很多人一看到这诊疗费，病就好一大半了，1个小时4位数啊。那我争取快点好起来，就不来了。我不是心疼钱，是觉得你健康最重要，花了钱能治好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知道。怎么这么久才接？我听说萧家在找门当户对的姑娘联姻。小彻，妈知道你对家产没兴趣，可有些东西本就属于你，你不争，他就给别人了。我真后悔当初一时义气给你改了姓，现在你爸把心思全放在那个小野种身上。你们的恩怨别带上无辜的人。我对争家产没兴趣，对本属于我的那份也没兴趣。你怎么还帮那个人说话？你那破工作有什么好做的？他连问都不问一句，我早该明白，我不过是他们争斗的工具。离婚争抚养权不是爱我，是不想让对方舒心。改姓也只是为了恶心对方。渴求从他们身上得到关心，本身就是一种病。钟主任，我中午的饭全没了。数据不会说谎，开始吧。我喜欢这份工作，不用跟活人打交道，
任何谎话都会被科学拆穿。信我，你穿深 V 往他面前一站，才是最好的谢礼。我就想给他挑套舒服的，他梦游睡不好，睡衣舒服点也许能改善。这套我们要了，这是店里最后一套这个尺寸。那你们要吧，我再看别的。你们看上的东西，我还不稀罕了。大小姐和我们呼吸同一片空气，也真是委屈您了。这么看不惯，不如单开一个宇宙，自己去住吧。我先来的，我看中了，给我买单。走了走了，跟他们一般见识做什么？我犯得上跟他们计较？那个一句话不说的，是我相亲对象公司的女秘书。女秘书那种男人你还相什么亲？离远点。可以是我看不上他，不能是他为了别的女人拒绝我。刚在店里，他一句没提我们是同学，出了门倒来道歉。他怕他那位大小姐朋友知道他还有你这么个上不了台面的同学，这种人不能深交。那我给你煮碗小馄饨，面条吧。今天看了巨人章，吃不下任何肉泥制品。谢谢，我以后也没法直视肉泥制品了。有灯，有饭菜香，有人在等，这就是温暖。送你的，已经洗过、消过毒、烘干了。你送我人体工学椅，我送你睡衣，礼尚往来。我给你放房间去。我一直在想，怎么维持我们之间那份平衡，可现在我好像维持不住了。锁我的门，那大门呢？窗户呢？这是高层，家里还没封窗，我房门给你留条缝，你一出房间我就能听见。真跑我床上来，我去沙发睡。他昨晚又梦游了，又睡到我床上了，我居然一点都没察觉。2个人，一张床，半个晚上。完了，手臂很有力，胸膛又宽又热，贴到的地方火烧火燎。不行不行不行！我明明反锁了门，还用椅子挡着，还是出来了。周樱桃，你跟许毅什么荤话都敢聊，结果就是说话的巨人，行动的矮子。秋天的凉水能浇灭身上的燥，冲不掉心里的躁动。以后房间的备用钥匙你都拿着，不然晚上我很可能拿备用钥匙开你的门。我昨天晚上没锁门。我怕你梦游的时候开窗开门出意外，特意留了条缝，想能听着你点。结果我睡太沉了。抱歉，给你造成困扰了。不是困扰，我就是奇怪，昨天才见了心理医生，怎么晚上还犯？昨天我母亲给我打了电话，平时我很少梦游，一跟家里接触，情绪变动，晚上就犯。他们知道你梦游吗？我提过一句，他没往下问。不在意的事，我为什么要主动说？那以后能不接他们的电话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该干涉你和父母的事，可如果接触就伤到你的身心，就该当机立断保持距离。你的建议我会试试，谢谢你，樱桃。他是除了医生之外第一个知道我梦游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个不怕我，只怕我出事的人。师傅，昨天那具巨人胶在我面前炸了，我一闭眼就觉得浑身裹着尸臭，失眠一整晚。您昨儿睡得好吗？睡得挺好。解剖台出那么大动静，您还能一觉到天教，这定律我这辈子都得跟着您学。奇怪，梦游过的第二天，我从来没这么精神。睡觉的环境变了，会让人睡眠质量不一样吗？会，某些特定的地方会让人觉得安心，睡眠质量自然提高。是客卧那张床垫，还是有可能？也有可能是某个人让你觉得安心。周樱桃，我妈被拘留全是你干的，网贷天天催我，你就看着，你爸妈死得早，就是不命。骂得越脏越好，诉状我已经递上去了，法院一受理，这些全是证据。怎么了？有事要跟我说？这听起来有点荒谬，但是……直说吧，我接受度挺高。他这么有分寸的人都难以启齿，总不能是以后要一起睡吧？也不是，不行，都领证了，总要踏出那一步。我想跟你换个房间。啊，换房间啊？我在你那个房间睡得踏实，而且早上你一睁眼看到我躺在旁边，会被吓到。看你这张脸叫赏心悦目，哪会被吓到？被吓到的是另外一个地方。换，可以。这本来就是你家，你想睡哪儿睡哪儿，我这就去收东西。我东西太多，今晚只换床上品，剩下的慢慢搬。
极简的反面，这么多东西摆着，不该更影响睡眠吗？一夜到天亮，没做梦，也没梦游。太空了，四处都像在漏风，难怪他在这儿睡不好。我这种沾枕头就着的人，都不敢闭眼。那个杀妻案要开庭了，我在想案子。你呢？睡得好吗？一觉睡到天亮，没做梦，也没风游。那肯定是克夫的床好睡，不能说实话。以他的性格，一听我睡不好，立刻就换回来。回头把我的东西全搬进主卧，屋里满一点，晚上就不怕了。你老公不错啊，我好几次都看到他送你上班。顺路啦，我们律所正在他去中心的那条路上。那不一定，有些人就算顺路也懒得送老婆，嫌麻烦。哇，叶旭宇，你这包哪儿买的？在 Hermes 配了10多万才拿到的，都够买一辆大众了。这次是哪位追求者送的呀？啤酒肚的王总还是地中海秃顶的赵总？都不是。刚才你老公给你开车门，我看到了，贼帅。周律师，会议室有位女士等您，要起诉她丈夫的情人，说钱要一付少的还回来。那个情人叫什么？林雪。林雪，我表妹。周印堂那个老公我远远见过，个子高，长得帅，可惜穷的稳定。帅有什么用？男人花期短的要命，过2年不是秃顶就是胖子。别理他，纯恶心人。咱们普通人啊，找个差不多的对象，过个差不多的日子，我觉得就挺好。日子嘛，平平淡淡才是真，跌宕起伏的，谁受得了？周律师，张弛的妻子到了，带了一大袋证据在会议室。说平淡呢，不平淡的这就来了。他在里面关着，律师我一分不请，自生自灭吧。这些单据全是他给外面那个女人买礼物的钱，用的是我们的共同财产。我要起诉离婚，也要他一分不少的还回来。这个女人叫林雪。再宽限几天，房子我爸已经同意卖了，钱马上就到。张弛他老婆告我，还让我还钱。小姐，您送来的包和手表，除了包装袋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全是假的，他拿假货哄我，他老婆倒有脸来要钱。怪不得张弛嫌弃你呢，他当初说在走离婚程序，我算什么第三者？我就是运气不好。宗彻在客屋睡得最好，那我就把我的东西全搬走，腾干净给他。是不是我在书房办公影响到你了？我可以回房间或者去餐厅。不是，最近工作的量大，我想在卧室办公，困了直接躺下。你们这行真辛苦。还差点什么？色彩，差的是色彩。我的东西是有点多。你有囤货的习惯吗？算有，以前住在姑姑家，想要什么都得不到。林雪有陪睡玩偶，我没有，长大了就报复性的买给自己，一个又一个。看吧，现在的人10个里面有8个心里都有点毛病。晚安。晚安，好梦。孩子跟你姓，你养。那就归我。从今天起不许你见他。他从那边带来的东西全给我扔了。又是这个梦。早上好呀。起这么早，晚上没睡好吗？睡得很好，深度睡眠，早早醒了就做个运动，开启美好的一天。你眼底都青了，昨晚工作到很晚吧，没睡好。一点小事，不用担心。那你去洗漱，今天我做早饭。谢谢。谢什么？我也要吃早饭的呀。会为他睡不好这种小事担心的人，他是第一个。师傅，你这几天心神不宁的，该不会是中邪了吧？这是我奶奶去庙里求的，我特意让她多求一个给师傅。我是唯物主义者，我只是没睡好。睡不好讲究可多了，鬼压床，恶鬼缠身，干咱们这行的得让八方菩萨、4路神仙保佑。帮我谢谢奶奶。奶奶说不用谢，师傅您倾囊相授就行。等你下次见到异性尸体不吐的时候。咦，师傅，我奶奶的平安符不管用吗？你昨晚又被鬼压床了，怎么越来越疲惫了？去把解剖室消个毒。我早上一来就洗过一遍了。那去给我冲杯咖啡。所以你在自己房间失眠，换到你妻子的房间就能正常入眠。她把东西搬走以后，你又失眠多梦。是，所以我想，我把客卧复原成原来的样子，是不是就能睡好？有没有可能，不是那个环境让你舒适安全，而是那个人让你安心？
我这些年睡得最好的那一晚，是梦游后在他床上醒来的那晚。原来不是那张床。你们不是夫妻吗？怎么还分房睡？我的建议是，试试跟他睡一张床，做完这个测试再告诉我答案。说来话长，是我做不了这个测试。难不成对他说，我跟你一块睡会睡得特别安稳，所以委屈你跟我一起睡？太没道理，也太粗鲁。我的毛病不该让他做药引子。师傅，您先前失眠的时候说很管用的那个中药药浴是在哪儿买的呀？工作压力大，你也失眠了？不是我，是我。你老公啊？我失眠的时候怎么没见你给我找办法？我每天超额完成师傅布置的工作，让师傅安安心心上班，这也算出力了吧？行，链接给你，别谢。接下来有个案子交给你，你自己独立办。真的吗？我还没正式独立办过案子。全力以赴，必须给我赢。给你调一个实习生帮忙。好，不会让师傅失望的。恭喜未来大律师。祝福收到了，晚上我们庆祝一下。行，我今天不忙。有好消息，居然第一个想告诉他，不是许毅。这变化说明什么呢？食材已经送到家了，到家就能准备。什么东西？我朋友送的，庆祝我第一次独立平安。估计是什么备用用品吧。他知道我爱漂亮文具。许毅，我要跟你拼了！他没看到吧？肯定没看到。看到了。我朋友真是有心了，送的笔记本封皮我以前都没见过。喜欢文具？是啊是啊，现在文具做的可好看了，我书桌上那些你都能用，我一个人根本用不完。好，谢谢。你就害我吧，我当着宗彻的面打开的。宝贝，我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，有备无患吗？这个是你发我图片的那家配方，酸的对不对？对，你真是我最好的吃饭搭子。雾里看花，把它比成花不太合适，可它确实人比花娇。谁对着这样一个人能坐怀不乱？我又不是清心寡欲的人。烫到了。凉凉的，还有点触电的感觉，都怪许毅磨人。我吃好了，去看案卷，工作让人冷静。印堂，印堂，印堂，这个睡眠质量，趴一晚腕，脊柱侧弯，腰椎间盘突出。停顿什么？以前抱过他，还是十指紧右过。印堂，这一夜我恐怕睡不着了。你又梦游啦？每次梦游都要跟我睡，这怎么越来越像个骗局？没有，昨晚你在书房睡着了，我叫不醒你，抱你回房间，放下后你抓着我衣角不松手，我等着等着也睡着了。你应该把我叫醒的，麻烦你一晚上。吵醒你，你睡不着了怎么办？我睡得着的，下次直接叫醒我就行。你昨晚没睡好吧？睡得很好。昨晚在他身边一觉到天亮，没做梦，如何解脱？我不想依赖别人。她不是别人，她是你的妻子。师傅请，今天的护身符咖啡。今天不需要了。我奶奶给你的护身符起作用了，我就说得信点玄学。我的笔怎么跑师傅这儿来了？我拿回去喽。谁说是你的？总不能是师傅你的吧？你别动它。一支笔，师傅竟为一支笔警告我，这笔墨不是仙女送的。宗彻，我要出差几天，师傅把一个法院的案子交给我了。去几天？一个人还是和同事？和一个实习生同事，男的，去的是偏远小镇。师傅怕我一个人没保障，才安排男同事随行。你师傅考虑得很周到。对啊，我师傅是我们所最年轻的女合伙人，常胜将军，还只帮受害者讨公道。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他那样的律师。还好，他师傅是个女性，若是个优秀的男人，很难不被崇拜、被吸引吧。我在设想他被别的男人吸引，这算什么？吃醋
还是危机感。昨晚被他攥着衣角，不到半小时就睡着了。今晚怎么这么清醒？樱桃姐，姐夫，你好，姐夫，你放心，这次出差我一定保护好樱桃姐，绝不让她受伤。我可是跆拳道黑带。我们是去取证走访，不是上刀山下火海。在外注意安全，顺利最好。若不顺利，以自身安全为重，遇到危险第一时间联系我。我知道的。樱桃姐，姐夫也太有气场了，那种睥睨一切的感觉，跟他的职业一样酷。他就是个很普通的打工人。姐夫，昨晚堵在心口的那点醋味儿，好像散了。咖啡，再给我冲一杯。昨天不是不要吗？男人真是阴晴不定。好嘞，师傅，心甘情愿为您鞍前马后。以前嫌他吵，如今没人说话，反倒觉得太安静了。没有一盏为我留的灯，也没人问我一句今天累不累。原来这就是寂寞。宗彻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今晚住的房间。我一进来就检查卫生，还想着要有消毒酒精就好了。我现在越来越爱干净了。办法员的案子律所不给揣预费吗？这环境太差了。给的，这已经是能找到最干净的了。我在你行李箱里放了消毒湿巾。真的吗？什么时候放的？我都不知道。谢谢你啊，考虑的真周到。你吃饭了吗？我今天吃的麻辣烫里加麻酱，你试过吗？没试过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家试试吧。小时候父亲说乖乖等我回来，后来母亲也说等我回来，可我等啊等都没等到。好，我等你回来。我要去洗澡看文件了，晚安，好梦。一看就知道有人住，要不今晚睡这里？不行，趁人家不在睡人家的床，这是什么变态癖好？姐妹，你有老公了，这正是向老公撒娇的好时机。男人都喜欢女人示弱，激发他们的保护欲。激发保护欲吗？他要是拒绝，就说明他不解风情。试试。刚才你没看到，我这房间的床正对着一面镜子，准备睡觉时突然看见，吓了我一跳。镜子不能对床，半夜迷糊醒来，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会吓一跳。我拿浴巾把它遮起来了，但还是有点可怕。这房间又旧又阴森，今晚就麻烦你了。那就不挂电话，我一直都在。会不会影响你睡觉？不会。他答应了，还不挂，看来他并不是不解风情的人。我明天还要去找当事人的女儿，蛮可怜的一个小姑娘，她……樱桃，这才5分钟不到就睡着了，说好的连麦呢？我从前睡觉听不得一点声音，窗户都装了双层真空隔音，可这呼吸声一点都不刺耳。一觉到天亮，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，硬糖就是我的助眠神器。一整晚，他真的没挂。昨晚睡得很好，谢谢。早安。早，我也睡得很好。今天要去见当事人的女儿，开工。叔叔阿姨别哭，我们是法院律师，是来帮你们的。闺女早带着敏敏逃回来了，可王勇提着刀上门，说他不回去就砍死我们2个老的，他没办法才跟他回去的。周律师，我闺女会不会判死刑？她要是死了，敏敏怎么办啊？按现在掌握的证据，不会判死刑，我们会往无罪的方向辩护。案发那天，敏敏也在现场，我想见见她。那孩子出事后就怕见人，人是我杀的，我妈是为了保护我，才承认人是她杀的。敏敏，你胡说什么？敏敏，你受了刺激，可有些话不能乱说，这样帮不到你妈妈。人就是我杀的，刀是我拿的，我扎的。他没有变，他妈妈想替他扛下所有。他还没满18岁，可刑警和法医迟早会查出真相，那时候就没有自首减刑了。敏敏，你愿意自首吗？
您好，王勇被害一案，有人要投案自首。奇了怪了，昭县的酒店房间为什么床都要对着镜子？我说谎了，为了他一句话，我居然说谎了。连麦。昭县这边人指定有什么说法，怎么都爱让床对着镜子。用东西遮住。案子顺利。我见了当事人家属，后来又去了警局，还好去得及时，晚一点情况就不一样了。你去警局了？不是我，是当事人。宗法医，你们能从伤口看出凶手的身高、体重、年龄吗？可以，刀伤的形状、深度、切割面都能反映行凶人的身体特征，想骗过法医和刑警，被查出来不是。果然瞒不住，敏敏自首是对的。我昨晚睡觉没说什么奇怪的话吧？那我今天晚上留意一下。他的声音就贴在我耳边，像在跟我耳语。还好是打电话，要是面对面，脸红这事儿我藏不住。樱桃姐，我李明旭，案子的事儿我想跟你讨论一下。我得跟同事商量案情，连麦先断一会儿。我睡得晚，我等你。小镇晚上没有外卖。老板，麻烦给楼上303房的住客煮2碗面，他加班，钱我微信转你，加钱也行。对了，你们的床最好不要对着镜子，风水不好。我们家床不对着镜子哦，那多瘆人啊！他骗我，为了跟我连麦，他骗了我。致命伤之外还有几处刀伤，这是我们最难打的点。303的顾客，面条好了，加了鸡蛋。老板，100多块一碗还送叶县，你们服务太好了吧？不是你老公给你点的吗？说你晚上加班，让我给你和同事煮夜夜。他隔着100多公里给我点面。哇，姐夫真体贴。樱桃姐，你哪儿找的这么好的老公？这份宵简直是及时雨。趁热吃。你跟姐夫是从学生时代走到婚姻殿堂的？我来个超长恋爱。没有，以前都不熟，相亲碰上了，觉得这人是结婚的不二选择，就结了。闪婚啊，姐，敢踏进婚姻的人都是勇士。我爸妈的婚姻就很好，我妈说跟我爸在一起时家里什么都没有，可她看中他这个人踏实纯干，一心为家。车祸那天，我爸是用身体护住我妈的，所以婚姻里最重要的还是那个人。印堂，是我哥，我在片区真要累死了，我到底什么时候能调回市里？没有正事儿。我给你打电话不是正事儿吗？有事发文字，语音通着，他的电话打不进来。你等谁的电话？我值了36小时班啊，我记住了。你应该去睡觉。他吃完面还要工作吗？几点结束？还来不来？睡了吗？没睡，正在等你的消息。是不是累了？好好休息。还好，能帮到当事人，熬夜没关系。我睡了啊。3句话就睡着。好梦。师傅，你这2天气色越来越好，难不成是婚姻的滋润？师傅，师娘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积极、乐观、坚强，这些都是他愿意给别人看的一面。那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呢？比如，为什么要变一面镜子出来？好，我知道了，几点到位？这个地方离印堂出差的招县很近。收拾东西，出差。无良律师，就算我孙女翻新给他妈顶罪，你们出门都要被车撞死。敏敏说，她和她妈妈被打的时候，你们装作听不见。邻居来问，只说是小吵小闹。现在儿子死了，你们才想起还有个孙女。樱桃姐，我要让那俩老子知道，我除了法律还略懂拳脚。在警局动手，我们直接被拘留。把你的肌肉亮出来就行。他们要动手，他们到底是律师还是打手啊？我热，不行啊！奏上。这才刚开始，干这行就差没见过鬼了。我们可以有情绪，但不能被情绪牵着走，不然还怎么帮当事人讨回公道？明白，我们争取让敏敏和她妈妈少判几年。都是为了我，是我害了明明，我害了我女儿。不是你害了明明，这也不是你的。警方在申请2次尸检，除了致命伤，还有另外几处刀伤，这决定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过。他说，只要他死了，我们就不会再挨打了。
我们住的地方离鉴定中心是不是有点远啊？都开到隔壁昭县了，30-50公里。人家这边忙着办案，哪有时间接待我们？是这儿吗，师傅？你要是破产了，跟我说一声，我立刻改行。这儿。还给我发酒店定位，住的地方不用保密啦。春光大酒店，同一家。这昭县总不能有第2个春光酒店吧？你也住这里？他要来了，他会看见电视机。我说的镜子根本不存在，盖上更是此地无银300两。他一个法医，观察入微，正常长眼睛的都看得出来。硬糖在里面吗？在，稍等。月饼。小猫探头，表情包，走出屏幕了。谢谢。要不要进来坐坐？千万不要！你不进来，镜子的谎我还能圆。不了，时间不早，你早点休息。那你回去吧。你在这儿住得惯吗？应该没婚想那么多，我住走廊最里面一间。一头一尾那2间，你不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吗？偶尔也没那么坚定。那你要是害怕，可以给我打电话。我们不是本来就要连睡觉吗？他刚才是在撩我吗？他又秒睡了。相信我，我会尽力的，一定会。做梦都在办案。宗彻。怎么了？宗彻。他在做梦，梦到了我。别叫了。硬糖姐早。哎，姐夫你也在啊？不会专门过来见硬糖姐吧？姐夫？这位就是师娘啊？所以昨天你非让我开30-50公里，就是为了来这儿见师娘？同事，陈毅。是徒弟。30-50公里，原来他真是特意来见我一面。再拿2个肉包子，不吃肉哪有力气干活？你们要吗？你们都不吃肉啊？我和师傅前几天出了个车祸现场的活，快到肉泥的程度，最近吃不下。打住！硬糖姐，你跟姐夫平时对话也这样？能学到不少。当事人不一定说真话，得从只言片语里找蛛丝马迹。他们法医最会发现细节。你俩绝配。你没注意早餐店这边有点不对劲？师娘跟李明旭吗？你是怎么当上警察的？彭家，联系这边派出所，我老婆有麻烦。大家快看，就是这2个黑心律师，教唆我孙女承认杀了亲爹。为了救杀人犯，把我孙女搭进去，我要曝光你，让全国人民看看。有记者，我们这时候歇斯底里，只会被舆论吞没。那任由他们骂呀，大不了我不当律师了。我还要当。我是律师，会维护当事人利益，是非公允自有法律定夺。那你是不是变相承认教唆认罪？你们如何找到代理律师住处？知不知道这些行为已构成犯罪？妨碍公务、寻衅滋事、侮辱、诽谤，情节严重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喂，我要报警。不到1分钟，这出警速度。独居多日才被发现，确认死因、刑事还是意外。兄弟单位已出警，寻衅滋事的人带回，你老婆已安全。师傅，我是不是进步了？结束了才吐的。多练。那俩老东西卡着60岁不给拘留，气死我了。我们跟他们的区别是懂法，能用法律维权。要是也用暴力，那和他们有什么区别？我刚入行也跟你一样激动，结果呢？高血压、脱发。这是工伤啊，工伤。你知道吗？不到1分钟，警车就来了。看到穿制服的警察同志，可太有安全感了。看到制服很有安全感。那看到我呢？他被关祠堂那次，我没穿制服，安全感就削弱了吗？他身上除了致命伤，还有几处刀伤，从这里入手，争取减刑。方向我给你捋清楚。听说你俩在小镇还被威胁了，1人2000，压压惊。出差回来别加班了，回家好好休息。
谢谢师傅，我又有干劲儿了。真刀神枪的帅，这也太帅了吧！今天去开会有着装要求，结束没回中心就只能穿着了，才不是为了谁特意穿的。第一次看你穿制服，感觉不太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就是看到想叫一声警察叔叔的那种不一样。我跟你同岁，那你叫吧。平白无故给我抬了个辈分，也挺好。那不行，你只比我大2个月，顶多警察哥哥。突然觉得很热是怎么回事？早该回中心把这身换下来。他这是害羞了。这身份让他的魅力陡然提高10倍。我先回房了。克制啊克制，他为什么要释放魅力？宗法医，请停止释放魅力。我来帮忙。把菜端出去，再烧个汤就能吃了。回家的感觉真好。这样其乐融融的一幕，我年少时几乎从没有过。要是他不拒绝，那我就